三界无安，犹如火宅，众苦充满，甚可怖畏。常有生老病死忧患，如是等火，炽然不息。云深不知处，大火3日不息，直至一场迟来的秋雨，火灭而烟气不消，弥散数十里，秋水时至，百川贯河。蓝启仁归山时，涧流已经长得很高，木桥早在温家修士入山时就被毁断，此时更不知被急湍冲去了何处。白水间唯有大块乱石，石上或刻眼眉，或是诗印手状，依稀可辨，原是一尊巨大的造像。如今深邃，供人渡河。他在水边静静立了片刻，合掌一礼，踏着佛面佛身去往彼岸。未干的雨水混着灰烬，沿白石山径一阶一阶地淌下来。云深不知处，不可预见。纵是他素好整洁，此时仍固执地守着这规训，不避那些乌黑的水流，只踩着石阶一步步地朝高处走。3道山门近在眼前，换在往日，须持姑苏蓝氏的通行谕令方可出入，但眼下蓝启仁早不指望这结界仍有具外人之用，微微一叹，便要抬步进去。一声微弱的嗡鸣，腿脚生疼，竟似撞上了一大面光亮琉璃。倘不是他紧吃一太，行步舒缓，这一撞足够让人重重摔下去。倘是来人心有敌意，与结界正面相迎，硬碰硬之下，甚至会断手臂断腿。山门后不是空乏的败地，而仍是一座仙府，一座修士把守、结界流转的仙府。烈火没有烧毁他，有人仍然活着。他身上没有谕令，那串丁零祖佩早在他率子弟与破入山门的温家修士相争时，就不知落入了云深不知处的哪条山涧，或是哪处石下。蓝启仁深深吐息几回，强一下心中战栗，抬手一抹拂箫剑刃，结界感血而鸣，虚空里忽而显出无数交叠的符篆，满眼尽是流荡云纹。他道：姑苏蓝卓归山。蓝启仁喝道：我当你死了。他背后复琴，剑未归鞘，咫尺之间便能杀人。而对面人却只像是听了一句情歌，神情分毫不乱，动作悠然，言语也悠然，甚而有几分戏谑。倘我当真死了，你进山门该更轻一些。险些一头撞在自家结界上，未免有些失仪。蓝启仁决心再不提此事。按后人一手之仪，似笑非笑地看着他，比起一身血迹沉泥的蓝启仁，堪称一尘不染。很难说清蓝焕蓝湛究竟谁更像他。论及眉目神态，蓝焕得了他8分颜色，但当他不笑，只静静看人时，又能寻出与蓝湛一样的眼神来。二人隔岸相对，一立一坐。山的高处还有未被烧尽的草木，风过时飒飒有声，连带他们的衣衫长发也一并飒飒。此处环堵萧然，四面透风，倒不了。蓝拱抬眼一看，焦黑的顶梁，这间屋子几乎被烧透了，只余梁架撑起大半房顶，勉强一方遮蔽。他开口时，又有半块焦瓦落下来，砸在案前，裂作一抔碎土。我在此待了数日，还没见这屋子当真如何。纵是要倒，大抵也不会选我在的时候安心。话音未落，又是一阵令人牙酸的摧拉崩裂之声，瓦砾纷纷而落。见家主竟不知更衣。蓝拱上下打量他片刻，而后叹了口气，似是极惋惜的模样。而今世君，我实是难出昨玉郎3字，你看上去像一个卖炭翁。尘尘沙沙，佛佛生生，皆悉平等。蓝启仁咬牙道：玉匠如何，卖炭人又如何？同是一样人，家主为何有分别心？片刻后，似是终于抑不住什么，恨道：言人先思己，君且自是。蓝拱一怔，随即微微一笑。他并未着冠，一头长发随意散在衣裳案上。那顶宗主玉冠在他膝边，倒不是因着真事，而是他身前案几也被烧得半毁，根本撑不稳当。他将玉冠充坐垫桌时，玉又如何？石又如何？缝着当用时，便是一般用法。蓝拱笑道：先生为何有分别心？见蓝启仁无言，他终于稍稍敛了面上笑，叹道：要说是多少，先去洗把脸吧，
你这模样，我着实见不惯。山涧冰凉，冷水浸面如针刺。蓝启仁在水畔静静立了良久。玄门修士五感胜于常人，除了奔流的溪水，他还听到人声。纵然经了3日大火，云深不知处仍没有变成一座空山。有人从未离开，儒家主清衡君，也有人回来的比他更早。带着孩子的女修与修士走不远，大火焚山时，他们或许就只在采衣镇或姑苏城里，火灭后他们最先归山。稚子尚不知事，他们奔跑嬉闹，踩碎枯枝，笑音足声遥遥入耳。我倒不知你这么喜欢孩子。背后有人叹道。同是修士，蓝启仁能听见的，他自然也能听见。不，蓝启仁冷声道，我待他们从来无甚耐心，只是放不下。他原本蓄着一把漂亮长须，眼下也不好再打理，索性全消了。蓝拱凝眉看他，半晌，终于微一颔首，似是满意。还是这样好看些。先前每每弑君，总觉着不知谁是兄长。蓝启仁忍住了没有拔剑，只将拂箫连鞘重重顿在地上。一半是面对家主和长兄，他总还有几分敬意；另一半是居水镜面时，他听到了背后的咳嗽。虽说面上不显，但蓝拱定然是身受重伤。轻些。蓝拱道，这屋子经不得再毁一毁。似是特意应着他这一声，眼角泛灵砸在阶前枯草里，惊起一群寒鸦。蓝启仁只如不闻，寻了块平整地方拂衣坐下。蓝拱能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，他自然也能。更何况将崩的不是泰山，只是头顶一方旧屋。纵是全盘塌下来，也砸不死2名玄门修士，充其量只能让人灰头土脸。而他已经灰头土脸了好几日，不差再遭一回。他道，我一路传讯诸人，仍不得西城忘机消息。蓝拱点头，我知。他应得很平静，仿佛音讯全无的只是2个无关人。蓝启仁怒了，重重一击案角，他2人是你亲子。又一块胶瓦砸在岸上。蓝拱展袖将那灰粒拂下去，无奈道，稍安勿躁，事君如此，我觉着他2人更像先生亲子。蓝启仁冷冷道，我无妻无子，至今如此，拜家主闭关所赐。蓝拱默然片刻后，终于叹道，我是想与先生讲，虽无消息，但他2人仍然活着。蓝启仁微微皱眉，问，既无消息，如何得知？蓝拱看向岸上长剑，朔月必沉，剑心未死。蓝启仁一怔，才识出那是清衡君所佩家主剑皎日。这屋子被烧得焦黑，连同那剑也一并焦黑。他先前一直觉着那是半截房梁，而蓝拱又确然是个敢立于危梁之下的人，否则在那大火里他不会留到最后。蓝换剑朔月，蓝战剑必沉。古有无人杀子祭剑，蓝拱却偏反其道行之，在2剑将成时，以己血淋心刃，以求骨血相应，神灵相贺。故而现下也只有他心知，他能说朔月必沉，剑心未死，剑主2人仍然活着。蓝换蓝战确然是他亲自，被火烧过，变成了这样。见蓝启仁一直盯着那剑看，蓝拱不由得叹道，身外之物毁便毁了，倒也无妨，该庆幸成这般模样的不是我。蓝启仁咬牙道，我觉着也差不离。蓝拱抬头看他，一连落了几日雨，山间雾气未消，天光是寡淡的灰白，而他面色唇色比天光更淡，不似生人，只如雾气聚成的幽魂。日光一照，须臾化去，唯有他开口说话，才能见出一丝艳色。那是齿间血。先生好眼光。蓝拱淡淡地说，我今如此，尚有一事，仍需只得拜托先生。姑苏蓝氏的家主微微挺直背脊，坐端了身子，眼神转向另一柄长剑，剑上拂箫2字。他道，杀了我。眼见蓝启仁伏在剑上的指节一白，蓝拱正欲再言，口唇却已不能张。蓝启仁竟是下了一道禁言。他微微一叹，并不正，只静静带着术法自然消散，方道，无礼。蓝启仁在几步远处看他，
一言不发，仿佛自己才是受了禁言的人。现下能听我讲话了。蓝拱叹道：我时日无多，先生又将这无多时日耗去办客，唯有良人不偿命。蓝启仁冷冷回他：家主寿如金石，再空耗100年也不妨。蓝拱看了他片刻，似是回想起什么，忽而笑道：记得昔日清河聂宗主道，君子动口不动手，只逢上蓝家二公子，大可立时动手，动手或可胜，倘是容他动口，绝技胜不了。他闭关界20年，此时说起聂家宗主，自然不是聂明觉，而是其父。蓝启仁无心再听他多言，拂袖而起：我不似家主有嫌，左玉郎。蓝拱看他背身朝外去，长长的叹了一声：明知我将死，为何却不敢认呢？医生微微一顿，蓝启仁没有回头。家主高看，我非医者，实不知人将死或否。蓝拱眨了眨眼：故而以禁言术示我。禁言并不是什么高深术法，更遑论蓝启仁也未使几分力。纵是伤重力竭，蓝拱本该也能轻易避开或解术，而他任由自己被禁住，原因只有一样，便是他早已油尽灯枯。纵是不施术，也早绝出死气。蓝拱慢慢地说：否则从见我至此时，何以不敢近前？何以不敢直视？瞥到拂晓剑上指节发白，手背青筋毕现，他稍稍缓了声气，叹道：再无施术，我是真受不住，回来作罢。见蓝启仁仍立在原处不动，他又道：倘是想站着也无妨，只是……一阵山风吹过，檐上碎瓦灰粒纷纷而落，蓝启仁不妨被呛了一下，立时剧烈咳嗽起来。他缓缓补上后半句：檐下时常落灰，先生三思，三界之间谁不生死？而今只是这生死落到我头上来了。眼见蓝启仁神情，蓝拱一怔，随即叹道：何至于此？他神情渐冷，唇角那点笑意也隐没不见。高山之巅是层云重重暗影，落在人面上，无端便带出一股摄人的寒意。我今已难自保，更不定何时何日便被人挟作仇术。外家子甚或本家子？蓝启仁微微一顿，不置可否。自我婚娶至于闭关期间20年，我做的稳之家主位时，无人敢如何。待我坐不稳，不消想都能知人动作。处愈高，跌愈重，身处此位，失性命不一定失势，失势则定然失性命。非我一人性命，连带先生，连带我公子二人一并难活。今我命在旦夕，时日无多，已是定局。倘君仍想立身玄门，且连我公子二人便杀我于此时。他平静地说：趁你还能换我做家主，这山中人尚换我做家主。先生行事玄门数十载，当知生死利害关系。一时间又惊又怒，蓝启仁退后一步，喝道：我行事玄门数十载，我做君兄弟自生时。那双深静如骨水的瞳子忽而一颤，只一刹后又归静寂，甚而让人错觉那一颤不过幻象。感君深情，重伤之下难以动作，他只得朝人深深俯首，虽至黄泉，不敢相望。长久的静默，无人相应。蓝拱无奈道：先生可否给句话，至少容我抬头？蓝启仁哑声道：你行事何曾问过我一回？蓝拱默然，随即一笑道：也是，我冠号先发制人。蓝启仁深深吐了口气，又道：你等了几日？为着这行事，3日或4、5日，记不大清了。蓝拱抬眼看他，生气温平。倘不是伪阴虚法，难以为继，几乎看不出垂危之象。比及先生带我出关20载，算不得很长时候。蓝启仁平平道：倘我不归，君将何如？那便只得指望2位公子了。蓝拱微一沉吟，似是觉出几分有趣。我姑苏兰氏雅正为训，谨持规矩，而今出一回弑父而上的家主，倒也算前无古人，可堪玄门做谈资。他2人是你亲子。蓝启仁恨道：你于心何忍？第2回了。蓝拱无奈道：我尚未不忍，先生倒是不忍了。他2人着实更似先生亲子。蓝启仁没有再应，一时间陷入静寂，只闻寒鸦语声。
好半晌后，他才慢慢的一字一句的说：“如何辨之？不是，是凶而上的家主。我一刻钟前便同你讲，杀了我。”蓝拱恨铁不成钢，现下却仍不见拂晓剑出。听栾君既出此言，倒是速速动手。蓝启仁道：“你知我无心于此。”蓝拱微微抬头，笑道：“我向来是知君第一人。”经过片刻，又叹道：“异地而处，倘君作我，命在旦夕，己身难保，纵能偷生，亦无欢喜。唯有时时忧惧，深恐一日身不由己，累及诸君。倘君作我，愿生愿去。”见蓝启仁默然无言，他长长一叹：“君知我心似君，一处相忆。”蓝启仁打断他：“我愿去，是因着我身无挂碍，一人而已。话不是这样讲的。”提及蓝焕蓝湛，他神情终于变了。左玉郎啊，你是当真不知？他常年闭关，却并非冷情，亦不但于在人前展露真心，喜怒哀惧都从容。但念及亲子时，神色仍是不一样的，一点温柔的疲惫，仿佛在人间世结结实实滚过几遭，连睫毛眉梢都沾了灰土，沉甸甸的坠下去一点。我今有赴死的决意，当真见了他二人，大抵便不敢，也不愿了。他慢慢的说：“活下去，而后又复如何？提剑不可，弹琴不可，或连饮食起居都需旁人看顾，更不说倘是事端再生，突然连累而已。我知君诸人不弃我，但当真到了那时候，定然免不了一想，此人不若早死。”他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千万不要让我见到那一日。我蓝拱半生行事无悔，但倘是眼见那一日，我定会深恨自己，何不早死？”蓝启仁手扶剑柄，静静看了他半晌，最终道：“是，我知。我同先生说这些，倒不是因着认定先生会应我。”蓝拱忽而道。蓝启仁道：“而是倘我应了你，便定然会取你性命。”蓝拱笑道：“先生从来言行如一，不会假作应人，时而行二事。”他方欲再言，却见蓝启仁神情微凛，剑柄上五指握紧，却不是向他，而是转朝外间，似是觉出动静。几日里，他全凭重药和一股精神吊着，已尽力竭，根本再无余力分辨其他。好半晌后，才听得枝叶簌簌，似是有人近前。与此同时，那只握剑的手却松了。原是一小群稚子，为首者年纪最长，也不过总角。见蓝启仁，犹疑了好半刻，方道：“先生。”蓝启仁一怔，才想到自己线下削了长须，这些孩子怕是一时不敢认，叹道：“是。”那孩子却不再应他，反朝他身后看去。蓝拱笑问：“寻到了？”见孩子点头，便道：“是你们先生的物事，还与他吧。”蓝启仁尚不及细问，便见那孩子手掌间护了一物，高高的捧给他看。一片光润的白玉，显然细细洗过。稚子掌心满是尘泥，一道道斑驳纵横，越发映出那玉石洁净，仿佛枝巢里一枚青卵。其上一个镯字，竟是他自己的玉令。我叫他诸人认过先生名字，到躺在山间见白时，上有此字，便拿到我处来。蓝拱在他身后说，也有几分意外，不想当真能寻见。那孩子仰脸看他，一字一句都郑重，似是交托什么珍贵物事。先生失误，归于先生。蓝启仁心下倏而酸楚，他一朝那孩子脸衣行礼，又轻轻拢了一下稚子掌心，肃然道：“有劳诸位。”一群小小脸庞立时全亮了，却仍不散去。为首那孩子似是胆子大些，又问：“先生究竟何人？”蓝启仁常年讲学，子弟门生无论长幼，无有不识他的。孩子此言显然不是问他，而是问他身后的人。一物换一物。蓝拱很轻地笑了一下，解释道：“我同人讲，倘是寻到，便告与他们我是谁。”蓝启仁讶然，回头道：“竟不识。”一言未尽，却忽而住了。蓝拱闭关20年，纵是玄门中同辈修士，大都只闻其名，更不必说这些年只几岁的孩子，压根连他的脸都没有见过。对面不识，情理之中。先生在此，凡有不知，大可问先生。蓝拱笑言，而后微微一顿，又温声道：“几声？”
伯仲叔季，即为少；季生，即为少公子。已经太久没有人这样唤他了，乍儿听到竟有种怪异的陌生。蓝启仁默然片刻，开口道：“他是我兄长。”稚子尚不知如何唤人，只知蓝启仁做先生，此下又闻是他兄长，便朝人规规矩矩一礼，道：“大先生。”蓝拱一笑，并不多言，只道：“小儿女。”天气渐晴，日光透过残檐断瓦，层层而下。他被照得有些昏昏欲睡，索性合了眼，只撑着额坐在原处，听一众孩子问话。清脆童声连连，仿佛春日里一群新出的雏鸟。雏鸟高飞去，青山归复空。居然有人说你我兄弟生的相像。蓝启仁叹道：“为何我觉不出？因着先生蓄须。”蓝拱仍旧合着眼道：“再者是西城望基生的太像，比及他二人，你我确然不算形似。”良久的静默，半晌后，蓝拱又道：“既是应了我，便动手吧。”蓝启仁奇道：“我何时说了应你？方才有人问，为何先前从未见过我？先生答：神游四方，暂寄此处，不日归去。”蓝拱终于睁了眼，看向对面人，附而一笑：“人生忽如寄，大抵便是如此。送我归去吧。”蓝启仁静静看他，剑柄上指节却已经开始颤抖。我道我惯先发制人，而今能留与先生的，也只有这先机了。蓝拱不错眼地看他：“自我去后，至我公子二人归山，其间或片刻，或数日，先生可得大自在。或去或留，弃隐山林，诸事不顾，又或直上家主之位，无一不可。拂晓渐出，剑光比天光更盛，手足不复，寸步难行。”蓝启仁哑声道：“安能自在？何处得自在？”蓝拱在残垣间候人数日，本觉着当说的早说尽了，此时迎上剑光和那张轻俏的脸，忽而却又似有千万言一并涌向心口，堵塞咽喉，逼得眼眶都发酸。最后他只道：“我负君终身，倘有他生，勿负遇人如我。”长剑一寸寸抬起，最终停在心口。眼目为明，玄门修士初出岁时都会听闻告诫，切勿与邪祟对视，否则魂魄会被摄取。而寻常世间，纵是遇害人者，大多也不敢迎面杀人，怕被亡者认下面目，自此遭怨魂纠缠不休。而蓝启仁竟是要迎面取他性命。他想警醒一句勿视我，那股精神却已经卸下，再提不起，甚而无力开口。眼前最后是人泪落地，溅起微尘，停下春桃不复。蓝启仁踏出断壁颓垣，借了身上白衣，朝最高那一处枯枝掷去。云深不知处的第一面白帆。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小说，请点击订阅频道，欢迎在视频下留言，你们的观看是我剪辑影片的动力，感谢您。